乌军开始动真格的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经过乌军数周的试探性攻击和扫雷后，在7月26号凌晨4点，他们开始在扎波罗热方向投入了大批力量进行突破。预计新一轮的反攻行动将在1到3周内达成。但是最近除了美国援乌的集束炮弹已经到货了，也没听说哪个国家又援助了新装备啊。为什么乌军在这个时候选择加强进攻呢？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6月上旬，乌军以顶级配置的第47机步旅为主，第33和第65机步旅为辅，对扎波罗热展开了猛攻。但是由于俄军在此方向的多条防线上布设了大量地雷，乌军整体的反攻成果并不太理想。这种情况下呢，乌军总部在7月初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首先，由于俄军在卢甘斯克方向兵力比较稠密，乌军兵力呢则比较薄弱。而考虑到当时俄军也有进攻的意图，因此乌军首先分出了一部分新军，例如第21机步旅、第32机步旅调往卢甘斯克方向稳定战线。其次呢，在巴赫穆特方向，乌军继续攻击南北两翼，以步兵突击队展开强行突击。为了给俄军守军增加压力，补充此线的力量，乌军新军的第22机步旅被调往增援。最后呢，乌军反攻的主要方向就是南线战场。乌军开始改换战术，一方面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俄军后勤力量，另一方面呢，则从大规模攻击变成小群多路的步兵突击作战，试探俄军防御，找出弱点，并加强雷区清障工作，压缩俄军雷区地带。此后经过20多天的蚕食，在7月下旬，乌军又开始向扎波罗热中线战场发起进攻。所谓的扎波罗热中线战场呢，即乌控区的库班至俄控区的托克马克，这一线呢也是乌军此轮反攻中最重要的区域。7月22号前后，乌军将开始强攻作战。至于为什么乌军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强攻呢？咱们之后会提到。根据当时传出的战场图像来看呢，乌军进攻部队吸取了先前的教训，装甲纵队的队形并不密集，同时也有相应的遭袭后的预案，因此整体作战并没有6月初刚上阵时那么被动。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坏处，那就是乌军还不能轻松挺进到俄军阵地前，直接发挥攻击群的战力。在7月26号，乌军开始发力，一口气集中了80多辆主战装备，对俄军防线展开猛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乌军除了先前投入的第47旅和第33、65机步旅外，还有乌克兰第10军的主力，第116、117、118机步旅参战。这些部队呢，是今年年初乌军利用各国援助的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组建的一批新军部队，大约有20个旅，其中呢9个直接由北约负责编装训练，称之为北约的亲训旅。前面提到的47、116、117、118机步旅就在其中。此前呢，这些部队一直是乌军的战略预备队，回国后仅前线救火，现在他们却都开始派出攻击群南下，可见乌军这次是真的要动真格了。当然，这些北约旅啊，并不是整编派上去的，毕竟仗不是这么打的。从7月26号当天的战况看，116、117、118旅的援军和先前参战的部队应该是整合了3个加强的营级攻击群，100多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其中呢，既有豹2 A4、A6 和 T64、T72 坦克，也有 M2A2、BMP1 步兵战车和 M113 装甲车，以及诸多轻型轮式车辆。这里有朋友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北约旅还装备了苏系装备，而不应该是全系北约装备吗？这里大兵解释一下，乌军部队前往北约各国训练，主要是学习作战理念以及北约装备的使用办法。装备上呢，最终是苏系、北约系的装备混装。例如，第116机步旅的装备是 T64 和 BMP1 配合，第118旅则是 T72 和 M113。所以在6月份乌军开启反攻后，我们会看到前线有这些搭配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乌军并没有向与俄军鏖战1个月的博罗季涅本身发起进攻，而是向这片区域东部的林带挺进。而结合北约旅大量投入来看，明显乌军呢是想避实击虚，先控制博罗季涅以东至维尔博韦以西地势较低的区域，再向俄军防御要点的侧后方迂回作战，通过这里撕开俄军防线的口子，并进一步扩大战果。毕竟地形上这一区域海拔较低，俄军防御工事也较少，
而以大兵的看法呢，乌军这次的战术设想还是相当聪明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乌军阵地虽然是挺进到了俄军防线前沿，但是装甲单位还是不能直接部署进来的。乌军新一轮攻势的机械化部队至少需要新达尼利夫卡附近的集结地出发，所以俄军后方的各类火力以及无人机的袭击，乌军还是要想办法来应对的。那么问题来了，本次乌军投入的北约旅能否达到作战目的呢？有关这个问题啊，其实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乌军要在这个时间节点调集精锐进攻，咱们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前面提到，乌军是在7月22号前后开启了强攻作战，那么在这之前，俄军发生了什么？没错，就是7月10号，负责防守扎波罗热战线的俄军第58集团军司令伊万·波波夫少将突然被解职，以及第二天奥列格·佐科夫中将在比尔江斯克被风暴阴影导弹击中遇袭身亡。在整个俄军序列中呢，第58集团军算是头号王牌部队。该集团军编制员额为7万余人，是俄军编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合成化集团军。而自从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呢，其余俄军部队基本都在乌军手中吃过败仗，唯独第58集团军在多次进攻与防御任务当中表现还算不错，没有出现过重大败绩。因此，这支俄军部队也被乌军和北约标注为军事威胁最强的目标。乌军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曾经表示，只要乌军击溃俄罗斯第58集团军，这场战争呢，那么就只剩下垃圾时间了。而此前统帅第58集团军的司令伊万·波波夫少将，在俄军内部也被评为优秀指挥官。他曾参与过车臣战争与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具有丰富的一线指挥经验。在6月份乌军发动扎波罗热反攻后，波波夫少将负责指挥第58集团军防守。从早期的表现来看呢，他们的确拖住了乌军部队。之所以波波夫会被撤职，大兵在之前的影片中提过，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说了实话。波波夫在被撤职前呢，曾公开发布语音消息，点名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要求俄罗斯国防部尽快向前线提供反炮兵雷达，否则前线俄军炮兵损失惨重。同时，波波夫还提到58集团军在近期高强度战斗中损失很大，继续补充兵力或者轮换休整。对此咱们的微笑战神格拉西莫夫大将自然要慎重对待，直接把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了。对于波波夫惨遭撤职的情况，自然有许多俄军指挥官站出来替他打抱不平，但是没有用呀。而对于这样的情况，乌军自然是乐见其成。乌军高层的新一轮反攻计划应该也是从那时开始制定的。有一说一，可能是波波夫心系自家士兵，硬杠俄国防部，却被撤职的遭遇感动了上帝。在他被解职后的第二天，入住的酒店便遭到了乌军导弹的袭击，所幸波波夫幸免。而准备接替他职位的奥列格·佐科夫中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直接当场阵亡。显然，在乌军正发起反攻的情况下，原司令被撤职，以及还未走马上任的新司令被斩首，连续2件事情发生，对于俄军第58集团军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有消息称，从那之后呢，其部队内部上下动荡，前线部队的士气也受到影响。此外呢，波波夫之前向俄国防部的进言，也是乌军敢于在这个时间点向俄军发起强攻作战的原因。现代战争是炮战，这句话至少在俄乌战场上是没毛病的。从俄乌前线乌军作战不难看出，乌军炮兵呢，从开炮到撤离阵地只有3到4分钟的时间，而乌军如此压缩炮兵的执行任务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俄军战场上俄军的 Zoopak-EM 反炮兵雷达的功劳，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动物园。但是根据第三方开源情报分析，目前俄军至少损失了6部 Zoopak-EM。由于俄罗斯早期被各国制裁，所以这款装备呢很难快速补充上，因此乌军的炮兵们开始逐渐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当然，乌军的这个优势呢，也是基于北约各国援助的远程精确火炮以及高精度雷达。其中呢，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向乌军援助的 M982 神箭炮弹。通过它的 GPS 制导，乌军炮兵可以快速且精准地摧毁俄军阵地。而美国从2015年呢开始向乌军提供反炮兵雷达，则起到了瞄准镜的作用。例如，美军也在使用的 AN-TPQ-36 反炮兵雷达，
最后，除了反炮兵交战外，乌军还优先针对火炮系统进行远程精确火力打击，通过低端无人机捆绑弹药的打击手段，俄炮兵系统那是一枪一杀。总而言之乌军整个反攻过程对反炮兵火力的重视，很可能是战术转变的一部分。虽然对俄罗斯炮兵的精确打击不会立刻转化为领土收复，但它正在改变战场形态，使其成为一场炮兵的消耗战。而当俄军炮兵打击力度降低时，乌军地面部队便可以在缺少制空权的情况下，利用俄军防线上的薄弱环节展开反击。再加上美国库存的集束炮弹已经运抵了乌克兰，未来这种火炮对轰的差距，乌军优势只会进一步扩大。同时，在反炮兵火力方面，集束武器的使用也可以节省宝贵的制导弹药，以高确定性快速消灭敌方炮兵部队。不过，此前关于波波夫提出的俄军轮换等问题，导致第58集团军内部动荡。有消息称，俄军指挥部已经开始考虑到增援的问题了。现在，除了 BARS 支队以及动员兵外，黑海舰队的第810海军步兵旅似乎也已经抵达前线，并且参与了战斗，当然也可能只是作为预备队来使用。所以，俄乌两军目前都在扎波罗热战线的库班南部战场上加码。后面的仗肯定还是有的打。那么各位朋友认为乌军调集重兵能不能撞开俄军的防线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